聽我講，男睇條腰，女睇個腳。哦，我知啦，係咪即係話條腰粗啊，有肚腩嘅就有腹上，有老闆相。女人對腳細嘅話就好，大就唔好，係咪咁啊？錯錯錯，男睇條腰係睇條腰上邊啲裝飾，睇條腰啲裝飾可以睇到啲咩啊？睇嘅身份地位嘢啦。嗱，古時候嘅人有個識人術，男看腰，女看腳。咁男看腰到底係點睇呢？吓？一方面係睇男人條腰上面嘅裝飾，現代人對於衣着就比較隨意，但係古時候嘅人對衣着就比較講究嘅。男人一定要攬條腰帶，咁除咗係起到固定條褲唔好俾佢甩嘅作用之外，仲有裝飾嘅作用，係一個人身份地位嘅象徵。譬如話窮苦人家攬條腰帶，通常係得條布條，又或者係得條繩嘅啫。但係如果有錢人家、有身份、有地位嘅人，條腰帶就比較複雜咯，可能會系嘅錢袋啦，佩戴玉佩、珠寶，又或者係系一啲比較有身份地位嘅嘢，咁好似腰纏萬貫咁。又譬如話練武嘅人條腰上面就會佩戴刀劍，咁做官嘅人條腰上面就會有個令牌，用嘅腰帶就係大帶或者係隔帶咯。喺春秋時期開始，咁男人就會喺條腰帶上面鑲各種嘅玉石啊珠寶，睇起身比較高貴啲、靚一啲。咁呢一個就係古時候貴族身份等級嘅象徵啦。咁如果身份再高一啲嘅，條腰帶就會揼一條帶落嚟，咁呢一個做法就叫做身啦，係代表富貴嘅意思。所以喺古時候判斷一個男人係貧富定係富貴嘅話，大概睇佢條腰就估到多少噶啦。其實同依家都係一樣嘅，有錢人家就會用真皮，係咪？又或者係用一啲奢侈嘅品牌。如果窮苦人家又或者係隨意啲嘅人，就會用條帆布皮帶啦。咁喺古時候仲會通過睇條腰帶嚟判斷呢個男人係已婚定係未婚嘅。已婚嘅人用條腰帶就會闊啲、大啲。咁如果係未婚嘅人用條腰帶就會比較窄啲啦。咁可能已婚嘅人容易發福，所以要用條闊腰帶嚟遮肚腩啦嚇。咁如果冇攬皮帶又睇啲咩呢？咁就要睇佢條腰健結實，有冇擔當咯。用腰拐爛就唔好噶咯，就衰咯。古時候嘅人最緊要係食得飽、着得暖，擺脱飢寒交迫嘅生活。咁所以古代嘅女子擇偶嘅時候，通常會揀膊頭闊啊、腰圓嘅男子啦，因為呢一個係體力嘅象徵，講明擔得抬得又做得嘢啊嘛。咁第二點睇嘅就係擔當啦。有句俗語，就算乞食，腰板都要挺直啊嘛。男人在外係應該要挺直腰板，做一個有責任、有擔當、能屈能伸嘅男人。做事做人都有魄力，人緣自然唔錯，事業都會發展得好啲啦。相反嗰啲冇腰骨冇擔當嘅男子喺出邊就算揾幾多錢好，翻到屋企都好似大爺咁要人照顧，咩都唔理咩都唔顧，咁樣就唔係咁好啦。咁女人睇對腳又點睇呢？以前就話大腳唔好，要前腳細腳丁丁。你有冇墊過腳啊？我啲有喎，我啲墊嘅去拜堂嘅啫。去拜堂以前墊咗隻腳足對，爭喺呢唔帶俾嘢撩實嘅，係行路點解行唔到個墊到咗腳啊？喺我國古代有個咁樣嘅陋習，就係裹腳前腳啦。佢哋將女性對腳當係評判女子品德操守嘅一個標準。咁當時嘅人追求3寸金蓮嘅，女子要好細個嘅時候就開始裹腳前腳啦，認為越細就越靚，咁樣先係叫做好咁話喎。咁點解又會有呢一種畸形審美呢？據說係因為南唐皇帝李煜有一個妃子，咁當時候妃子就表演咗一種舞蹈叫做荷花舞啦。表演之前就要用條白色嘅絲帶將自己對腳綁成新月形嘅，就好似3寸金蓮咁。咁當時候皇帝李煜係好中意呢一種舞蹈嘅。咁呢一種前腳嘅行為就俾上流社會嘅女性模仿，慢慢就開始興起啦。咁一般係富家小姐先至會前腳嘅，前咗對腳之後就行唔快，做唔到嘢噶啦嘛。咁富家小姐又唔使做嘢，又唔使落田耕種，所以啱晒佢哋喺屋企慢慢咁前靚佢啦。但係貧苦人家嘅女子係要落田耕種，係要做工噶嘛，前咗嘅話就做唔到嘢，咁所以佢哋一般唔會前腳嘅，頂多係結婚嗰2日前一下嘅啫。咁佢哋對腳對比起前腳嘅女子就會大啲，行步路就會快一啲咯。
嗱，古時候係講究女子笑不露齒，足不出戶，動作都要優雅啲，行步路都要慢慢地細細嘅動作，咁樣先係俾視為係有良好嘅教育噶嘛。咁如果行路係大步嘅大腳嘅話，咁樣就會俾認為係冇乜教養，唔好咁話喎。你睇當時候從前腳去判斷一個女子嘅身份同地位，判斷一個女子好定壞，甚至引申到從對腳去判斷一個女子嘅品德同埋修養。其實咁樣對女子根本就係唔公平嘅，因為當時候咁多戰亂喎，咁逃亡嘅人自然多噶啦。當時候冇前腳嘅女子，大腳嘅女子自然行得快啲噶嘛。咁如果俾前腳嘅女子，自然行得慢啲啦，所以導致咗好多當時候前腳嘅女子俾殘酷咁殺害。咁好彩呢一種思想已經過時啦。不過從女人對腳又真係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喎。譬如話對鞋乾淨企理，行步路都穩健啲嘅，咁大概可以判斷到佢係一個踏實可靠嘅人。咁但係如果相反嗰啲着得身光頸靚，但係對鞋就邋邋遢遢嘅，呢一種人只不過係淨係注重表面嘅啫，淨係俾人一種光鮮靚麗嘅感覺，實質上係虛有其表。又或者係喺一個需要安靜嘅場所，但係佢就着住對高踭鞋，滴滴答答行得好快，唔顧人哋嘅感受喎。有修養嘅女人係應該會放慢腳步，顧及人哋嘅感受，盡量會行得慢啲嘅。咁而男漢腰放到依家都有一定嘅道理嘅，冇中年發福，冇大肚腩，保持一個良好嘅身材管理，講明佢哋好自律，注重健康啦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期分享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你，你認為男看腰，女看腳呢個識人術又準唔準呢？你睇對方嘅第一眼，通常會從對方嘅邊方面嚟判斷佢個人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